新科状元陈安没有想到，自己的金榜题名日竟然就是自己的人头落地时。这是大明洪武30年3月，大明一如既往地举行3年一次的科举会试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齐聚南京参加考试。朱元璋经过反复斟酌，选择了口碑人品一向良好的翰林学士刘三吴为主考官。刘三吴当时已经85岁，朱元璋之所以信得过他，是因为刘三吴在元朝就是广西教育厅厅长，大明的科举制度也是他制定的，而且还是跟着朱元璋入关的老部下，十分让人信得过。3月经过廷试，终于确定了51位进士。放榜那天人山人海，大家都想看看哪些人榜上有名。众人抬头一看，状元陈安，福建闽县人，榜眼尹昌龙，江西太和人，探花刘世鄂，浙江山阴人。也没啥奇怪的，前几年都是这个情况，南方考生确实猛。然而再往下一看，人群不淡定了，第4名南方人，第5名也是南方人，甚至到第51名还是南方人。考生们瞬间炸锅了，51个全是南方人，没有一个北方人。他们不相信北方考生能这么菜，一个上榜的都没有。短短6天，这事就传遍了来南京赶考的所有考生，尤其是北方考生。北方考生聚在一起，气愤加诧异的激辩半天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肯定是主考官刘三吴收钱了，因为他也是南方人，这些南方人最爱抱团了。于是他们组织起来联名上书，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，走上南京街头游行喊冤，甚至拦住早上去上班的官员告状。其中闹得最欢的就是朱元璋老家安徽的考生。消息传到了朝廷，大官们也是一脸震惊。还有这事，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，要求朱元璋彻查。同样心中疑惑的朱元璋于是下令，让洪武27年甲戌科状元、侍读学士张信等11人组成联合调查组，重新审阅试卷。但张信等11人审来审去，都认为该次殿试的北方士子的试卷文理不佳，甚至有犯禁忌之语，确实明显不如南方士子的答卷优秀。既然没有科举舞弊、不公等现象，事情到这一步本来应该结束了，又怎会牵扯出一段洪武年间血腥无比的南北榜案呢？觉得吃了大亏的北方士人不接受这样的调查结果，朱元璋也显然不是那种和稀泥的皇帝。这调查结果一出来，北方考生还是不答应，肯定是调查组故意把一些语句不通的卷子给皇上看的。于是又开始鸣冤控告，一些北方籍的官员也开始站出来说，有可能是刘三吴让调查组故意给朱元璋看垃圾试卷的。随后有人指控主考刘三吴和副主考白岛信等人为蓝玉余党，还扯出了10多年前刘三吴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。龙颜大怒的朱元璋于是下令，直接将新科状元陈安、主持复查试卷的老状元张信以及副主考官白信岛等人全部斩首弃市。只有2个人免罪，原因是他们复核试卷后开出的名单上有北方考生。朱元璋念主考官刘三吴85岁高龄，也有功勋，没有处死，改成了充军戍边。第2年就被朱元璋的儿子叫回来复职了。2任状元无辜惨死，但朱元璋还觉得不够，在杀死一大批南方士子后，朱元璋又宣布重新进行会试。这次朱元璋亲自阅卷，并将全部61个录取名额都给了北方考生。同年6月，朱元璋又亲自主持殿试，专门录取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，以笼络北方士子。至此，史称南北榜案历时3个月的科举大案表面上落下帷幕，但依然有很多蹊跷等待一个解释。首先是，如果说这次科举录取有问题，那最该死的显然是主考官刘三吴。但刘三吴并没有死，以朱元璋狠辣的性格看，他不会因为刘三吴年纪大了就心有不忍。朱元璋刻意放过了85岁的主考官刘三吴，并非因为他年纪大，而是朱元璋心中明白，能被他选为主考官的刘三吴，多年来一直是朝野公认的品行端正、德高望重之士。因此出现南榜录取结果全部是南方考生，朱元璋明白，肯定不是刘三吴故意所为。另外，从刘三吴的角度和立场来说，他作为主考官，虽然也是南方人，但与这些上榜考生素不相识，当时已经年届85岁高龄的他，
经历了洪武朝动辄杀戮几万人的腥风血雨，熟知老皇帝嗜杀的秉性，犯不着和朱元璋对着干。主考官既然不太可能偏袒南方学子，张信等11人的联合调查组也认为这次录取结果没有问题，那么朱元璋为何还要大开杀戒，拿2位状元开刀？要想明白这个问题，得从朱元璋的角度思考。他作为皇帝，考虑的不是北方学子应试水平如何的问题，也不是考官调查组的人冤不冤的问题，他要考虑的是我大明朝统治稳不稳的问题，这才是一个皇帝该考虑的事情。万一大家认为主考官和调查组有结党营私该怎么办？我大明朝岂不是不稳了？要注意，这里是大家认为的情况，至于事实真相到底如何，朱元璋并不关注。万一北方学生寒了心，明朝以后还怎么经营北方领土？全国上下都盯着这个案子的结果，再加上朱元璋本就疑心重，前面杀的人还少吗？明初4大案：胡惟庸案、李善长案、蓝玉案、郭桓案、空印案，前后杀了20多万人。杀人显然成了朱元璋的路径依赖，所以他选择下狠手处理。有人可能会问了，杀了状元和主考官后重新举行考试，这一次秉公录取就行了，有必要把所有名额都给北方吗？这是对朱元璋来说还真就非常有必要，因为朱元璋需要笼络北方考生。要知道，明朝的北方是帝国统治最为薄弱的环节。明朝建立初期，依然和北元势力处于长期拉锯的交战中。此时如何确保内部，尤其是北方的人心安定，如何拉拢北方读书人的人心，可以说在明朝初期是一等一的政治大事。1368年明朝建立后，尽管元顺帝逃亡漠北，但当时北元在漠北、辽东、西北和云南等地仍然保留有强大军队，比如占据宁夏、甘肃一带的阔阔帖默，骑兵10万，不足备之，经常进犯兰州。而在辽东，北元太尉纳哈出则拥兵20万，驻守在辽河流域的金山。仅仅朱元璋执政时期，元朝残余势力就对明朝北边展开了10次大规模侵扰进攻。一直到明朝建立21年后的1388年，大将蓝玉率领15万大军，在捕鱼洱海彻底击败北元主力，这种持续的拉锯战才算告一段落。而南北榜案距离这一年才过去了9年，换句话说，此时的大明朝才仅仅稳定了9年。明朝建立后，面对北方边境这种复杂的政治战争局势，性情多疑、手段残酷的朱元璋非常敏感。当时明朝境内，尤其是北方地区，仍然有不少读书人死忠于元朝，并以元朝遗臣、遗老自居，就算当官的也是身在江南，心思塞北。由于南方人垄断了科举考试，反而引起了北方士人对元朝的怀念。虽然元朝的科举摆明了歧视汉人，但起码中选者100人，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都是25人，名额是固定的。定都南京的朱元璋忧心忡忡又敏感，因为就在南北榜这一年，山东、陕西2处已经出现起义队伍了。如果这事处理不好，北方人闹事的可能性很大。所以，如何笼络北方读书人的心，是明朝初期的政治大事。在读书人刘三吴和张信看来，这是一场纯粹的考试公平问题；而在朱元璋看来，这是一个对抗北元、安抚人心、安定北方的政治策略问题。在朱元璋看来，他在洪武15年恢复3年一考的科举制，不仅仅要完成在政治上的光复，而且还要实现文化上的光复，要用科举制笼络北方低士子和人心，这对朱元璋来说无疑是重中之重。偏偏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军事文化背景下，发生了洪武30年的南榜事件，以致北方士子集体上书抗议，并到处鼓噪考试选拔不公。如果在从前或以后的朝代，这或许可以理解，但是这是在与北元激烈对抗的明朝初期，无论是政治、军事还是文化，在各个层面上，明朝都不能输，也输不起。作为开国皇帝，在朱元璋看来，主考官刘三吴和主持复查的老状元张信等人，他们只追求了考试公平，却不讲究政治正确。老皇帝心中对此无比恼火。朱元璋想用科举制度来笼络北方士人，但是单纯从考试公平原则出发的刘三吴、张信等人，
却没有看透朱元璋的真正意图。于是，在南榜事件之后，手段毒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最终决定以简单、粗暴、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引发北方考生骚动不满的问题。在读书人刘三吴和张信看来，这是一场纯粹的考试公平问题；而在开国皇帝朱元璋看来，这是一个有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稳定。思想单纯的读书人没有领略开国皇帝的宏图远略，如果碰到一位宽容些的皇帝，比如朱元璋的孙子明仁宗朱高炽，或许只是挨一顿训，降职或贬官了事；但碰到一位像朱元璋一样出身草莽、手段毒辣的开国皇帝，这注定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对于一个动辄诛杀几万人、前后残杀20万人的皇帝来说，杀掉2位状元和几个主考官，平息下北方考生的怒气，实在是太轻松了。在朱元璋的刻意安排和亲自阅卷提拔下，在当年6月的考试中，之前落榜的山东人韩克忠最终被录为状元，另外一位山东人王树被录为榜眼，山西人焦胜则被录为探花。此外，还有58位北方考生被录取为进士。在南北榜案事件后，集体鼓噪的北方考生们最终踏着2位状元陈安和张信的人头和血泊，在帝国政治中走上了金銮殿。南北榜案的第2年，朱元璋就死了。然而，这个惨案的余波并未消逝，而是在华夏版图上空震荡了600年。尽管朱元璋偏袒了一次北方考生，然而当时的南北教育差距是挡不住的，南方人确实是吊打北方考生。在整个朱元璋执政时期，一共有进士867人，其中南方620人，占总数的71%。在建文帝时期，南北差异更可怕，一共106个进士，83%都是南方人。而在第3位皇帝朱棣时期，一共有1819个进士，也是83%都是南方人。到了第4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这里，为了平衡南北发展的差异，明朝的科举考试分成南北2个区域分开录取，比例南6北4。到了顺治年间，清朝实行南北卷制度，康熙51年，南北卷制度最终被废除，实行了分省录取制度，而这就是现代高考制度的前身。而回顾历史，这场始自明朝洪武30年的科举改革，最终以南北榜案中2位状元的人头，在残酷中婉转促进了历史的进步。历史的每一次前进，经常都滴淌着无辜者的鲜血。